凤九生下双生花的1万年之后，就成功的飞升了上神。白凤九是他们青丘孙子辈唯一的继承人，如今他也飞升了上神，还和帝君成了亲，成了东华帝后，有了3个儿女，他也是时候担起青丘五荒的大业了。所以胡帝胡后还有白芷就和凤九商量，要他继承青丘五荒的地位，将青丘五荒的重任交给凤九。凤九呢，当然是愿意的，他从小就被家中长辈教导，后来又和东华历经了无数的风雨，他自然是明白他身上的责任。不过他和东华已成夫妻，这承继地位是大事，他理应和东华商量一下。所以凤九从青丘回来之后，就和刚刚从上清境回来的东华商量此事。哦，那如此说来，为父真的成了女君的亡夫了，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女君才是啊。哎呀，我在跟你商量正经事呢，怎么这么不正经啊？好，我正经。九儿想说什么，为夫洗耳恭听。凤九似乎有些忧虑，九儿只是担心做不好这个女帝，守护不好青丘五荒，会有负家中长辈的期望。东华安抚着凤九，怎么会呢？本帝君的九儿不过8万余岁，就飞升了上神，放置四海八荒也没几个人能够比肩。青丘一向与世无争，自由自在。再者，谁都知道九儿是本帝君唯一的帝后，想必没什么人敢造次，九儿不用担心。被东华这么一说，凤九倒是觉得轻松了不少。就是如今我已是上神，没几个人敢惹，还有我这从无败绩的夫君在，有滚滚，还有家中的长辈和老凤凰在，若是真的有人敢来青丘放肆，那他就真的是不想活了。这么一想，凤九一下子开朗起来。那如此说来，帝君是同意九儿继承青丘五荒的地位喽？不错。凤九单手托腮，眼波流转，浑身媚态地将东华压在身下，把玩着东华的白发。哎呀，那以后帝君可要对本君好点啊，不然的话，本君就为自己选几个男妻男妾什么的，再也不理你。说什么呢？东华有些不满地掐了掐凤九的小脸蛋，一个翻身将凤九压在身下，用法术便走了凤九身上那件大红色的衣裙。我的衣服呢？东华，你干什么呀？凤九赶忙抓过云锦，被盖在自己的胸前。只见东华邪魅一笑，在他耳畔厮磨道：“你这小狐狸是越发的大胆了，连男妻男妾都出来了，本帝君现在要惩罚你。”后面的事，当然是东华又一次成功地吃到了这四海八荒独一无二的9尾小红虎。在东华近乎捧杀的鼓励之下，凤九终于风华绝代，仙姿绰约，成熟稳重地承继了青丘五荒的地位。在凤九继承了地位之后，青丘岛是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常住居所。因为凤九是青丘女帝，又是刚刚上任，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比较忙。这下东华岛是完全变成了一个后勤部部长，每天的唯一任务就是为老婆做好后勤工作。九儿在政务上遇上什么不懂的事会询问东华，东华也会一一的给九儿耐心的讲解。九儿现在刚刚承继了地位，没那么多时间去蘑菇集亲自挑选食材，所以东华就将买菜的责任揽了过来。九儿每天做饭的时候，他都会帮着添柴、打下手什么的。好在青丘一向是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四海八荒歌舞升平，三界一团和气。凤九除了刚上任时的那段时间辛苦了些之外，这青丘女帝做的也还算是轻松。凤九会隔三差五的去青丘五荒巡视，关心一下青丘子民的生活，为他们解决一些棘手的事情，还时不时的从凡间带些新鲜玩意供他们娱乐，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有滋有味，潇洒恣意。不仅如此，凤九是最年轻的青丘女帝，青春正盛，所以她也将青丘打造得更加活力十足，充满趣味。这些年来，凤九还热衷起了红娘的角色，促成了青丘内不少美满的姻缘，青丘的人口也因此而增加。在凤九的治理之下，青丘比之前更加生机勃勃，安宁和谐了。一转眼，东华和凤九成亲已经3万年了，滚滚早已长成了翩翩美少年，样貌更是跟东华一模一样，浩浩银发似青丘洞雪，气质清冷高贵。从昆仑虚出师之后，东华又将他送去了10里桃林老凤凰那里学习医术。滚滚委屈中，东华，我这也是为了他好，将来他要成我地位，自然是要多学些本事的。一对姐妹花也是越发的美艳，
越长越像凤九，还不足3万岁的年龄，就把这四海八荒单身男青年迷得神魂颠倒的。每次他们从外面回了9重天，那南天门的守将总是被他们勾了魂魄，不自觉地回头看，好几个时辰都是迷迷瞪瞪的。这3万年来，东华和凤九这对四海八荒最恩爱的夫妻同心同德，无处不在秀着恩爱，神仙眷侣的过着他们的幸福生活。东华对凤九自然是百依百顺，千般呵护，万般柔情，每次跟九儿对话都是温柔到不行，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跟九儿说。凤九每日都过得有滋有味，开心恣意的。当然了，凤九这些年来，除了认真严肃地做着青丘女帝和东华没羞没臊地秀着恩爱以外，她还会经常教导快足3万岁、快要成年的双生姐妹花。当然，每次她们闯祸凤九要责罚她们的时候，东华总会护着她们，哄着她们，把她们安排好了之后再去哄自家的小娇妻。这样的场景不知道在太晨宫和碧海苍陵上演过多少次了。今日是凤九10万岁的生辰，也是东华和凤九成亲3万年的纪念日。自从他们成亲以来，每年的纪念日，东华都绞尽脑汁的哄九儿开心，送给九儿的礼物也是别具一格，四海八荒独一份，九儿爱听的情话亦是说的愈发的炉火纯青。然而这次的纪念日，东华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凤九打从3天前就旁敲侧击，拐弯抹角地问东华记不记得3日后什么日子。可是凤九的问话却被东华的逗弄给划过去了，把凤九气得把东华赶去偏殿睡了2日。东华更是一反常态的没有哄九，反倒是乖乖的去睡偏殿了，气得凤九的狐狸毛炸得更厉害了。今日晨起，凤九气得一晚上都没睡，早早的起身之后就郁闷到了极点，心情很是糟糕。太晨宫的宫娥们正在上上下下的整理着太晨宫，见到了帝后的身影，就纷纷向他行礼。帝后，凤九淡淡的回。凤九在太晨宫走了一圈，都没有见到帝君的身影。一大早晨起来就不见人，平日里他出门不论去哪都会告诉他的，可是现在呢，人不在太晨宫内，我都不知道。忘了与人家的结婚纪念日也就罢了，还让人家找不到你。奶奶说的话果然是对的，男人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往年的纪念日都把人家哄得心花怒放的，可是这次呢，我都暗示过你那么多次了，你都没反应的。本宫要是就此放过你，就不是青丘无皇之地。所以凤九就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打包回了青丘，独自坐在狐狸洞里生了闷气。四叔和老凤凰，爹娘还有爷爷奶奶都送过礼物给我了，连我青丘子民都来恭贺过，礼物都堆成山了。可是你呢，你却迟迟不来。你个混蛋，你就等着跪搓衣板吧。一对双生花当然记得今日是他们亲亲娘亲的生辰，特地相携从凡间游玩回来。他们受了父君的令，知道他们的娘亲现在一定在青丘生闷气呢，所以2个姐妹花就奔向了青丘。一进入狐狸洞，姐妹花就看见娘亲正在闭目养神，她们2个就花蝴蝶似的跑了过去。娘亲，娘亲！凤九一看是她的宝贝女儿们来了，赶紧收敛了郁闷的心情，笑颜如花道：你们回来了。双生花齐齐俯下身子，一如当年她向白浅祝寿时的小狐狸模样，甜甜道：祝娘亲继续做父君心中四海八荒万万年第一角色。娘亲听了此话，可还欢喜？欢喜！姐妹花齐声道：娘亲还是老样子，为老不尊。女人最听不得别人说她们老了，凤九也一样，她就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分别点了一下姐妹花的额头，2姐妹花一下子就变成了小狐狸。你们2个敢说你们的娘亲老，就暂且让你们做回狐狸吧。2姐妹刚要撒娇卖萌求娘亲把她们变回来的时候，就听到外面一个低沉而又磁性的声音传来：久久娘亲。原来是太晨宫的少帝君白滚滚来了。小包子长成了美少年，今日是父君和娘亲的大日子，白滚滚特意从10里桃林来了青丘，为娘亲和父君庆祝。双生姐妹花看着是自家疼爱他们的哥哥来了，就赶紧动起了他们的狐狸腿，跑到哥哥面前：哥，快把我们变回来吧。白滚滚宠溺一笑，将姐妹花变了回来，柔声道：去吧。双生姐妹花齐声回答，显然她们2个是有任务的，而且这个任务滚滚也是知道的。看来呀，她们几个包括东华为凤九帝后准备了惊喜呢。
凤九看着自家在十里桃林学医的滚滚回来了，心情又好了一些，满眼笑意道：“滚滚从十里桃林回来了。”“是，九九，滚滚是特意回来给娘亲您庆贺生辰的，祝娘亲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九九，这是滚滚为您准备的生辰贺礼，请您打开瞧瞧。”说着，滚滚就画出了一个盒子，放在了狐狸洞的石桌之上。打开盒子，是一只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玲珑剔透的九尾小红狐，与凤九的原身一模一样。凤九不知道的是，这是东华和滚滚花费了好几日的时日共同完成的，原料用的是万年的万年水玉，就是水晶，其莹如水，其坚如玉，一如酒的品格，是他们父子俩特地在一处隐秘的山林之处寻来的。凤九看着这只生动的小狐狸，心里满是感动，多谢滚滚，娘亲很喜欢。虽说自家的孩子很懂事，凤九也很欣慰，可是东华呢？他去哪了呀？滚滚都从十里桃林赶回来为我庆贺生辰，你呢？好几天都不见人的，哼，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正在心里将自家夫君数落了千遍万遍的凤九，却没想到一个愣神的功夫，凤九就被滚滚抱了起来，吓得凤九有些花容失色。滚滚，你干嘛？快把娘亲放下来呀！滚滚没有理会凤九的挣扎，将凤九抱至了狐狸洞外，放下，退到了一旁。眼前的景致让凤九吃惊不已，原本郁郁葱葱的青丘仙山，不知从何时变成了整个娇艳的凤尾花海，凤尾芬芳，层林尽染，片片红霞重叠而上，繁花似锦，嫣红似火，清风徐来，翩翩起舞，香气摇曳，妩媚而美丽。凤九看着这浪漫的凤尾花海，她不由得想起东华当年提亲之时就是这般场景，就是这满心满眼的凤尾花开，一转眼已经3万年了。凤九不由得感慨时光流逝，岁月匆匆，东荒大泽干涸了多少次，她早已数不清了。正在凤九双眼含泪，沉迷于这迷人景致不能自拔的时候，方才刚刚给凤九贺过寿的那些青丘子民，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齐齐现身，纷纷跪在凤九的面前，恭贺声震耳欲聋，恭贺女帝生辰大喜，祝女帝芳龄永驻，幸福绵长。凤九立刻收起了方才的思绪，赶忙端庄妥帖道：“各位不必多礼，请快些起来吧。”青丘的子民起身之后，滚滚又将凤九抱了起来，一阵白烟消失在了青丘狐狸洞前。滚滚一路疾奔，不顾凤九一路的挣扎，总算是将自家的娘亲带到了目的地。南天门还是那个南天门，不过今日有些不同，云雾缭绕，如袅袅轻纱，飘逸曼妙，堵住了凤九的视野。滚滚一个挥手，拨开云雾见天日。不知何时，九重天上的一众神仙早已站定，齐齐跪倒在地，臣等恭祝帝后生辰大喜，祝帝后芳龄永驻，幸福绵长。啊，这场景倒是与东华当年用他那天地共主的阵仗来迎我时如出一辙。那时家中的众位长辈，还有程昱和司命和配合着东华一起给了我一个惊喜，弄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凤九拈花一笑：“各位仙家不必多礼，请起吧。”九重天上的众仙收到帝后的指令之后，就齐齐起身，为帝后让出一条道来。他们似乎也知道帝君老人家给了凤九一个惊喜。滚滚按照原定计划走到凤九的身侧，甚是有礼，邪魅一笑，伸手道：“帝后娘娘，您请。”请什么呀？这眼前什么没有啊？凤九看了一眼滚滚，转过头来就看着自己的眼前延展开来一条火红的凤尾花道，整个人也于凤尾花海之中，几片花瓣跌落，芳华落下，落英缤纷。凤九置身其中，更显得他人比花娇，风华绝代，缓缓踏上这花道，轻移莲步。这是他们合力攻打妖王的场景。那个时候他们一同并肩作战，生死相随，东华与妖王打得焦灼，凤九在下面看得揪心。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凤九飞升上仙的天劫来袭，白家众人和东华纷纷准备为凤九挡劫，可是凤九却飞升至妖王的身上，用那震撼人心的方式飞升了上仙，打败了妖王，换来四海八荒又一次的宁静太平。在碧海苍林，他们互诉衷肠，两情缱绻。凤九将在女娲娘娘处悟到的那套剑法舞给东华看，东华亦是欣赏着小狐狸的翩然风姿。凤九弹琴，东华舞剑，高山流水，高雅惬意。看着时日不错，东华就在一处景色极佳、碧海蓝天、枫叶纷飞的海边向她求婚。
真挚而深情。大婚那日，他为了娶到小狐狸，受了不少为难，不过还是顺利地抱得美人归。婚后的生活幸福异常，因为他拿出那假史籍来骗酒，小狐狸就罚他在狐狸洞外站了7天7夜，说尽了情话，送了一堆世间独一无二的礼物来哄着酒高兴，惹得9重天上的女仙羡慕不已。怀滚滚的时候，小狐狸孕吐严重，东华就整日不吃不喝的陪着酒，用尽天下名厨只求得酒的一顿饱餐。孕吐结束之后，小狐狸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大，东华事事惯着、宠着、供着，生怕九儿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身体。生滚滚那日，九儿在里面生产，他在外面心急如焚，恨不得替九儿受这些痛苦。终于忍不住了，要进去陪九儿。1天1夜之后，滚滚降生，四海八荒同贺，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他有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骨血。看着看着，凤九就明白了，东华又一次地开启了叠咒之术。他们大婚之时，东华是为凤九展现他们从相遇到相知，再到相爱相许的全过程，而这一次，东华是为九展现他们从有了姻缘之后的幸福生活，既有甜蜜幸福，又有紧张刺激，还有温馨浪漫。岁月静好，温和从容，日日与君同，凤九此生圆满了。凤九一如当年成亲一般，两行清泪划过，回忆着与东华成亲以来的这3万年的生活，她无疑是幸福的。就算之前吃了不少的苦，可是如今她与东华一同度过万年的人生，又有了3个儿女，滚滚稳重成熟，姐妹花善良美丽。东华也从不拘着她，事事以她为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她宠上了天。这些年来，她虽然做了母亲，心境却还是如一个少女一般无忧无虑，潇洒恣意的。收了叠咒之术，九儿终于来到了东华为她准备的压轴节目。迷雾渐渐散去，一身紫衣清冷高贵，眼眸中满意的款款深情难掩。九儿，过来。伸出那骨节分明的大手，牵过九儿的小手。怎么又哭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般爱哭啊？别哭了，我心疼。伸手用指腹轻柔地为她擦去了眼泪，将她的纤腰揽在怀中，吻了吻她额间的那抹嫣红。又是一个挥手，景象再一次的豁然开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浩瀚银河展露雨前，夜色清凉如水，东边几颗明星乍现，随着点点星光渐渐增多，和天一色，微风徐来，繁星点点，满天的玫瑰花瓣飘落，空气中处处弥漫的花香是那样的沁人心脾。倒影的星星就像无数珍珠洒落在波光粼粼的银河上，浪漫多姿。仔细定睛一看，银河中央矗立着一座铺满玫瑰花瓣的花船，这也是由滚滚和东华亲自打造的，雕梁画凤，弧线优美，船尾高高翘起，风吹云动心不动，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花船之内大大小小布满了洁白色的蜡烛，布局雅致脱俗，气氛浪漫而又温情。一赤色方桌，2把靠椅，餐桌之上布置于花船之内，银映烛火，珍馐美馔。东华似乎要和凤九重温当年在银河上用晚膳的一幕，唯一的区别就是今日是要在花船之内将家人抱起，移至花船内，轻柔地将九儿放下，站定。接着画出999朵玫瑰花，捧至九儿的面前，痴痴地望着她，无限深情地说了句：九儿，生辰快乐。凤九阴郁了几天的心情，终于被这连连的惊喜哄得一扫而光，心里甜滋滋，脸上更是娇艳，笑颜如花。接过东华送来的花，轻松小手摩挲着那火红花瓣，笑得甜蜜不已。可是东华给九儿的惊喜似乎不止这些，看着正在赏花的九儿，顺势拉过九儿的小手，吻了一下他指上他亲手打造给他的凤尾花戒，将一只与玫瑰花颜色的相同的玉镯套到了他偶样的玉腕之上，晶莹通透，红艳欲滴。这是由万年的红玉打磨而成，里面还融入了东华和滚滚2个人的血液，这样他们父子2个人就可以永远保护凤九安好。啊！凤九这才反应过来，忍不住一声低呼。这些年他跟着东华什么好东西都见过，可是如此质地上乘、颜色艳丽的玉镯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倒是与他手上的那凤尾花戒相得益彰。看着2天来没有给他个笑脸的九儿重展笑颜，东华很是心动，拉过九儿的手放在心上，语气轻柔：九儿，今日不只是你的生辰，亦是我们大婚3万年的纪念，天地为证，
东华子府少阳君会爱青丘女帝白凤九生生世世，寸步不离地，守着她，疼她，爱她，沧海桑田，此情不变。凤九彻底呆住，有点晕眩。原来他这几日跟我装糊涂，就是给我准备这一连串的惊喜吗？眼泪毫无预警地涌上来，他根本躲避不及。白凤九，这四海八荒还有谁比你更幸运？堂堂天地共主，肯为你这样深情，对你如此有心，这一生真的再无所求了。东华之小狐狸这是感动了，小狐狸一向爱哭，所以也不劝他，只是低头去吻他脸上的泪珠，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平复下来。东华，我爱你，爱你爱得不得了。凤九扑到他怀里，一刻也不想离开。东华低低的笑，抱了他走到布置好的餐桌前，一如当年一般，轻柔地放下酒，将凳子为凤九拉出来，绅士地请凤九入座。九，坐下。凤九自然知道东华要做什么，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家夫君为他斟满了葡萄美酒。九儿，我们干杯。凤九不再像上次一样局促，很是自然地拿起他面前的夜光玉盏，与东华碰了一下，眉开眼笑地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晚膳时间终于到了，看着桌上的各色珍馐，色香味俱全，满天繁星，在这浪漫的花船之内，凤九的心情是说不出的幸福。东华夹了一根冬瓜条放到他的白玉碟子里，尝尝这道甜甜蜜蜜味道如何。甜甜蜜蜜，有这道菜吗？一口都吃了，连连点头，好吃，真的像蜜一样甜。又加了一道炒青菜，再尝尝这个一声同好。一声同好，凤九仔细瞧了瞧，原来是茼蒿，亏他想得出来。这菜都是有名字的。不错。凤九大概看了一遍，有一盘炒芹菜很奇怪，居然有粗饼的，有细饼的。都是芹菜，干嘛放两样？这个呢？来，两情相悦，尝尝。两情吗？凤九一个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些菜名都是怎么想出来的呀？东华看着九如此笑颜如花，他自己也笑得春风满面，志得意满的。他这么开心，不枉他专门去蘑菇集细心挑选的这些食材，从来也没吃过这么有趣的菜，简直比凤九平日研究的那些创意菜还要有趣，怎么叫凤九喜上眉梢呢？两人就这么你给我夹一口，我给夹一口，你给我盛碗汤，我给你喂口菜，接着讨论着菜色的用完了整顿晚膳。凤九还以为像上次一样，东华会命人做些他爱吃的菜来哄他高兴呢，没想到这次居然是这样的，借着这些菜再跟他表达情意，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晚膳就这样柔情蜜意，你侬我侬的用完了。凤九随即撑着头，跟当年一样俏皮地问着东华，今日这饭菜是谁做的呀？上次是姑父做的，这次这菜的味道倒像是他那两个宝贝女儿的手艺。东华答，是你那两个宝贝女儿做的，说是父君娘亲结婚纪念，又恰逢娘亲10万岁的生辰，实属难得，所以就特意为咱们准备了这顿晚膳，就算是他们送给咱们的贺礼了。他这两个宝贝真是可爱又懂事，凤九心中涌起阵阵欣慰，可是还是想冲东华撒个娇，你干嘛不早点跟人家说啊，害得人家白白伤心了2日。是，都是我的不对，是我让帝后娘娘伤心了。说着，东华就牵起九的手，将九从座位上拉起来，柔情道，既然是我惹得帝后生气，那为夫自然也要补回来。九儿，闭上眼睛。说着，东华就从后面搂住凤九的细腰，轻轻地遮住了九的大眼睛。凤九顺从地听了东华的话，等着东华的下一个惊喜。广袖一挥，凤九只觉眼前光亮十足，东华撤去了大手，咬着九的耳朵，低语道，九，睁开吧。凤九缓缓睁开眼睛，一瞬间的功夫，漫天的孔明灯再次纷飞在银河之上，冉冉升起，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原本深邃的夜空瞬间豁然开朗，灯火辉煌。哗的一声，天空中绽放出的色彩斑斓迷了凤九的双眼，一束束耀眼的光线飞上天空，啪啪啪，那一束束光线突然炸开，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啊，那是他们相遇的场景，他从天而降救了他，抱着他在空中旋转。他一不小心撞到他背上，
他回头看她，眼眸中充满了情意。昆仑虚，他用书尖敲着她美丽的小脑袋，宠溺一笑。入了太晨宫，他化作小狐狸附在她膝上，他带她赏景，他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那时的他还有些小心翼翼的，他将她抱在怀里，为她顺着毛，看着夜华承继太子之位。啊！东华这是将他们从相遇到相知再到相许的美丽图画做成了一个烟花全记录，就类似于现在的 PPT 演示文稿。最后的一幕是他们大婚，对面而立，夫妻对拜，许下了生生世世的盟约。烟花骤然绽放，璀璨了整个天际，火树银花，流光溢彩，令人拍案叫绝。后夜再翻情意绵，不愁凌乱向东凤。最后的最后，在这深蓝的夜空里，一对有情人紧紧拥吻，凤尾花瓣落下，美艳而又绚烂。啊！凤九不由得捂住自己的嘴巴，她没想到东华竟如此用心，这比当年的四季轮回、玫瑰灿烂还要令她震撼，心里溢满了感动、幸福和甜蜜，还有对东华的浓浓爱意。凤九觉得用语言已经无法表达她此时的心情了，所以她就直接扑过去，扑到了东华的怀里，踮起脚尖来，唇就贴到了东华的唇上。而东华呢，微微一怔，回搂住酒，加深了那个袭来的吻。在这璀璨的星空下，在这满天的烟花下，两个人深情地吻着，似乎要吻到地老天荒。也不知是谁突然变换出满天的凤尾花瓣，飘落在两人的身上。遥远的星空上，烟花做成的图景还在绽放，银河之上，紫衣神尊、红衣女帝亦是和那烟花的图景如出一辙，紧紧拥吻，相映成趣，那场面当真是绝美。父君和娘亲真不知羞。姐妹花一边念着爵位自家的父君和娘亲散凤尾花瓣，一边调侃着他们：嘘，你们小声一点，要是让父君听到了，你们倒是没事，我可就惨了。就是今日去狐狸洞的时候，父君还因为我要抱着娘亲出狐狸洞和去九重天吃了好大的醋呢，差点又要被罚抄佛经3万遍了。幸亏当时有这两个宝贝妹妹来撒娇给划拉过去了，不然的话我的爪子又要断了。一转眼又是2万年，两个姐妹花已经5万岁了，青春正盛，容貌艳丽，天然去雕琢，清水出芙蓉，美人如玉，不仅模样冠绝天下，就连本领都是四海八荒数一数二的佼佼者。不过才5万岁就飞升了上仙，再加上这两个姐妹花如此高的家世地位，被昔日的天地共主宠得无法无天的，他们的外婆不由得担心了起来。哎，小九啊，也不知道将来谁敢娶你这两个宝贝。娘，您就不用担心了，有缘自会相遇的。是啊，有缘自会相遇的，他和东华不就是吗？机缘巧合之下，在东荒峻极山的迷踪林相遇，从此沧海桑田，千山万水，成了彼此的天命所归。所以啊，这姻缘之事是可遇而不可求，冥冥中自有天注定。那日，凤九正在太晨宫的花园里处理青丘五荒的政务，两个宝贝就一旁看司命星君从凡间新淘换回来的画本子。看过之后，两个宝贝似乎有些疑问，看着正在处理政务的自家娘亲，互相对视了一眼之后，就一对花蝴蝶似的跑到娘亲身边，弓下身子，依偎在娘亲的怀里，睁着两个大眼睛，悄悄地齐声问着：娘亲娘亲，什么是爱呀？凤九怔了一下，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兔毫笔，搂着两个宝贝答道：什么是爱，娘亲也说不好，待你们遇到思慕之人，自然就会明白了。洛儿问：那娘亲，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啊？凤九想了想，答：好男人。什么是好男人？娘亲也无法给你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过娘亲倒是觉得，这个男人呢，不要看他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做了些什么，是否愿意对你付出一颗真心。圆圆问：那娘亲，父君是这样的男人吗？凤九甜蜜地回：是也不是。在三生石的问题未解决前，他是只做不说；在三生石的问题解决后，他是又说又做。自从与我在一处之后，情话说得愈发的称我心意了。洛儿和圆圆不懂，齐声撒娇道：娘亲，我们还是不明白。没关系，等你们遇到生命中那个有缘之人的时候，就什么都懂了。这番花园会谈结束之后，两个姐妹花在一块嘀嘀咕咕了一晚上，她们一起商量着，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次日清晨，凤九已将早膳备好，灵儿一如既往地唤着两个小祖宗的起床，恭敬地叫了半天，屋内都没有人。平日里这个时辰，两位小地鸡不是都已经起身练剑了吗？今日怎么会起这么晚啊？莫不是生病了？灵儿可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两位地鸡也没什么所谓的身份尊卑，那些闹人的规矩，成日里一口一个灵姨的叫着，把她当做自家娘亲的亲姐妹看待。所以呀，这灵儿也甚是感念两位地鸡的大恩，对他们的照顾很是无微不至。今日这样晚起，灵儿很是挂心，所以就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唤着两位地鸡起床了，帝后娘娘已备好早膳了。灵儿一边说着，一边往床榻的方向去，却发现床榻之上空空如也，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的。两位地鸡这是去哪了呀？灵儿环顾着四周，突然看见床榻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笺，上书傅君娘亲亲启。灵儿赶紧拿着这封信离开了他们的寝殿，跑去花园里找帝君和帝后去了。花园里，东华正在帮着凤九布菜，就听到灵儿焦急的声音传来：帝君、帝后，两位小地鸡似乎留书出走了。说着就画出了那封信件，恭敬地递到了帝君和帝后的面前。东华吓得不轻，焦急的神色难掩，赶紧拿过那凤尾花的信笺，打开，上面娟秀真诚的话语令东华十分动容。亲亲父君娘亲，我们外出游历去了，过个几年自然就会回来，说不定还能遇上娘亲所说的有缘之人呢。父君娘亲不必挂心，请保重身体。鹿儿圆圆敬上。凤九看了这简单明了的信笺之后，一脸的宠溺无奈，道：哎，这两小祖宗真是被你给宠惯坏了。东华刮了刮凤九的俏鼻，笑意满满，回道：还不是跟九年少时一样吗？凤九反驳：什么呀，我看是跟你一样才是。东华微微一笑，拉着九坐在他身侧，为他拿了个馒头，九儿且随他们去吧，他们也不小了，也该去历练历练了。凤九点了点头，罢了，青丘的孩儿一向是放养着长大的，左右现在他们已飞升了上仙，修为不低，还聪明伶俐的，想必也不会出什么岔子，实在不行，亮出他们的身份来，也没人敢造次。说不定真能如他们所说，给我招两个女婿回来呢。于是凤九就拿起东华给他的馒头吃了起来，和东华安心地用起了早膳，由着这两个宝贝出门历练去了。果然3年之后，两个宝贝嫡却将他们的有缘之人带了回来。洛儿的有缘之人是已经继承了西海水君之位，飞升了上神的蝶峰。圆圆的有缘之人嘛，是墨渊和邵婉家的墨城，他是墨渊上神和邵婉始祖的嫡子，天赋异禀，与墨渊一样，3万岁飞升上仙，5万岁便飞升了上神。这些年一直都随着他的大师兄蝶峰在四海八荒历练。看着这两对璧人跪在自己的面前，东华就气不打一处来，哼，我宠惯了5万年的小公主，居然为了一个看起来哪都配不上他家宝贝的男人，求自己同意他们在一处，竟将姿态放得这么低，他真是郁闷极了。大脑在高速运转，尽量保持自己一贯的云淡风轻，冲着两个宝贝女儿宠溺说道：洛儿、圆圆，你们先回房休息，父君要与他们说几句话。两个宝贝太了解自家父君了，他们齐齐反驳道：不，父君，女儿要陪着他。宝贝这么一说，东华更是气得不行，又一次的隐藏情绪，有些冷声道：你们连父君的话都不听了吗？快去休息。两个宝贝小心翼翼地瞅了凤九一眼，那意思好像在说：娘亲，帮帮忙啊。凤九当然明白女儿们的意思，淡淡一笑，安慰道：洛儿、圆圆，你们方才历练回来，就快去休息吧。两个宝贝还是不肯走，凤九赶紧把他们拉起来，搂住他们的肩，一边走一边哄着他们：你们两个就放心吧呀，不会有事的。洛儿一脸的担忧：那娘亲，父君要是为难他们，您可要从旁助力1、2才是。圆圆接：就是娘亲，要是父君亮苍河的话，娘亲可要拦着点啊。凤九满口答应：好好好，真是女神外向，这还没嫁人呢，就知道向着他们了。快回房去休息吧。这厢的凤九正在安慰她的两个宝贝女儿，那边的东华也正在考验着她这两个准女婿。你们两个是否真心想娶本帝君的两个宝贝女儿？两人齐声答：我心匪时不可转也。
那如此说来，你们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了？是，蝶风、莫成愿意。好，你们想娶本帝君的2个女儿，就要受的那9道天雷、81道荒火的大业，你们可愿意？2个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坚定地答：蝶风愿意，莫成愿意。好，那你们即刻去找普化天尊受劫吧。是。2个傻小子应了声之后，就大不留心地去领罚去了。太晨宫的书房内，东华一本正经地看佛经，凤九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拿起他手中的佛经，啪的一扔，坐在他对面，严肃地说道：9道天雷，81道荒火，那可是姑父继任天君时所受的大业，你让他们去受，这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咱们该如何向西海、向墨渊上神和少婉姐姐交代啊？东华云淡风轻地回：九儿不必担心，他们都是上神之躯，修为不错，若是连这点历练都受不住，如何保护咱们的女儿？凤九暗暗叹了口气，好，就算是这样，你那2个宝贝女儿是什么脾性，你自己不了解吗？西上的男人去历劫，他们哪里还坐得住，还不得陪着一同受这劫吗？东华继续不紧不慢道：九儿放心，不会有事的。再说了，咱们的女儿……东华正说着咱们的女儿不会这样的时候，就看见司命着急忙慌地走进来：帝君、帝后，不好了，2位帝姬听说西海水君和墨城上神要去受劫，死活要去陪着他们一起渡劫，小仙拦不住，重林已经跟去了。凤九杏眼圆瞪：什么？你听见了没有？我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要是女儿有什么3长2短的，我就一辈子都不理你。说着，凤九一阵红光先遁去了诛仙台。东华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也是一阵白烟地消失在了书房内。诛仙台，凤九赶到的时候，就看到风云突变，天雷滚滚，狂风大作，荒火袭来。蝶风和莫成死死地将洛儿和圆圆护在怀里，自己直挺着身子独自承受这一切，还安慰着怀里泣不成声的家人。虽乌云密布，可是天空之下的2对有情人却紧紧相拥，彼此打气，眼中只有彼此，深情款款，那场面令人十分动容。凤九看着这2对小两口如此情深的模样，便想起他与东华的种种，想起那日他的这2个宝贝问他的问题，凤九的心中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娘亲的宝贝们，你们终于找到那个肯为你们付出一片真心的人了，娘亲也可放心了。东华看着九热泪盈眶，笑得很是释怀的小模样，情动不已，上前轻柔地搂住九，嗓音低沉温柔地哄道：你看，我就说不会有事的嘛。说着还用指腹擦了擦九的眼泪。凤九还是有些不满意，娇嗔道：哼，那也不行，你还让我的2个宝贝女儿哭了呢。说着凤九就挣脱开东华的怀抱，离开了诛仙台。哎，九儿，你别生气啊，我这也是为了他们好。东华赶紧跟上去解释：什么为了他们好啊，女儿哭成那样，你就不心疼吗？我心疼，我怎么不心疼啊？你心疼你还让他们受劫。九儿啊，我这不是在试这2个小子对咱们的2个宝贝是不是真心的吗？那现在导师是出来了，咱们的2个女儿都心疼死了，要是他们生你的气不理你，我可不负责哄他们。好好好，我哄，行了吧？哼，哎，就这样一路走，东华一路上哄着自己的小娇妻，没过了一会，还得哄眼睛都已经哭得红肿的，正在给他们的心上人疗伤的2个小祖宗。第13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尾声。碧海苍林，今日是东华和凤九的2个宝贝女儿，太晨宫的2位帝姬大婚之日。东华和凤九将他们的掌上明珠亲手送到2个女婿的手上，东华眼神凌厉，冷冷地威胁着他们，好好的对他们，若是本帝君的掌上明珠受了半分委屈，便是苍河出鞘之日。2位女婿一身红衣，恭恭敬敬地向这位天地共主的老丈人行了大礼，言之凿凿：是，请帝君放心，小婿绝不会让他们受半分委屈。2个宝贝纷纷上了花轿，一个去了西海，一个去了昆仑虚。看着远去的大队人马，夫妻俩都红了双眼。2个人坐在当年他向他求婚的地方，枫叶翩翩，礁石拍岸，海天相接，阳光普照大地，暖意融融。他窝在他的怀抱里，他轻柔地环抱住他，2个人静静依偎着，往事历历在目。
那些旧时光轻轻晕开，他们从相遇、相识，再到相知、相爱，后来因为三生石的事不得不分离。这一路走来，情不知所起，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彼此守了几百年，方才换来了今日的幸福美满。滚滚早已长成了翩翩少年，能够独当一面。两个姐妹花因觅得了如意郎君，他们大婚已有5万余年，好像只是一转眼的时间。唉，自己的心肝宝贝就这样成了别人的，东华的心里不由得有些失落。如今他也算是懂了，当年九儿的父亲白衣上神把九儿嫁给他的时候，是多么的不舍，多么的难过了。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就像是属于自己的东西，生生的被人抢走了，可是还得祝他幸福的那种感觉。凤九侧过头去看他，他的夫君依旧是那样好看，俊朗挺拔，怎么看都看不够。他似乎还是昔日那个高高在上、清冷高贵的东华帝君，不过似乎好像也不是。自从与我成了姻缘，他就有了温度，有了常人的情感，做了我的丈夫，做了滚滚和姐妹花的夫君，再也不是往日那个冰冷的石头了。他早已将他心底最柔软、最温暖的那些部分慢慢剖出来，细致的、绵密的交织在这长长的、琐碎的岁月里。他伸手抹擦他脸庞，温柔低语：“咱们的掌上明珠一定会幸福的。”一如往常的甜美娇俏，看得他心动不已。对上九那双清澈的眼眸，心底踏实而温暖。我知道，拉着九儿的手放在他的心上，这个动作他做了几万年，早已成了习惯。哎，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转眼，女儿们都嫁人了，九儿都老了呢。凤九摸着自己依旧吹弹可破的绝色面庞，感慨着岁月无情。谁说的？在为夫的心目中，九儿永远是四海八荒万万年第一角色，一如当年初见时那样令人心醉。你这情话说的倒是越发的炉火纯青了。九儿都已经12万岁了，都是老太婆了，怎么能不老呢？九儿若是老太婆，那本帝君这老人家岂不是更老了吗？凤九往他的怀里钻了钻，娇嗔道：“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改不了啊？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老，九儿不爱听。”东华回搂住他：“我不老，我还要陪着九儿度过这沧海桑田呢。”接着吻了吻九儿的额间花：“九儿，待洛儿和猿人回门之后，我们便去云游四海，好不好？”凤九在东华的怀里笑得很是开心。好，那我们先去凡间看看胭脂吧。许久未见，九儿都想他了呢，好不好？好，九儿说去啦，咱们就去啦。东华，快到用午膳的时候了，九儿去做饭吧。说着，凤九就直起了身子，准备去给东华做饭。好，九儿，为夫来背你。说着，东华就弓下了身子，准备背他这一生唯一珍之重之的小狐狸。凤九甜甜一笑，一如当年一样，双手环住他的肩，顺势爬在他宽厚无比的肩上，贴住他那俊美无愁的脸颊，享受这世间最了不起的男人的深情一片。东华背着九儿漫步在海边，枫叶被吹得沙沙作响，天上云卷云舒，万丈金芒流霞跟随，阳光便洒在他们的身上，人影相互交叠，他们正在朝着幸福走去，朝着生生世世走去，朝着地老天荒走去。据九重天上的史料记载，东华子府少阳君与其唯一的帝后，青丘五荒之地白凤九云游四海，避世于碧海苍陵，其独子白滚滚承袭帝位，居于13重天太晨宫。东华帝君和青丘白凤九的故事过了几十万年，仍然有人提及。有些人羡慕他们的生死相随，不离不弃；有些人羡慕他们逆天改命，终得圆满；有些人羡慕他们幸福美满，一生一世一双人，史书公笔，任人评说。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不过是四海八荒，唯爱一人罢了。